那徐奶爸了解福宝的所有小习惯，难怪父女俩的相处总是默契十足。他到现在都还不太喜欢吃竹笋的根部，他喜欢吃笋尖和笋子中部偏嫩的地方，然后窝头、苹果、萝卜都吃。虽然徐奶爸和福宝只相处了半年，但细心的老父亲早已通过日常观察，对闺女的各方面的喜好了如指掌。福猪猪表面是不挑食的乖宝宝，实则会悄咪咪扔掉口感较老的笋根，然后吃比较鲜嫩的笋尖和竹笋中部。糖心红富士和胡萝卜更是来者不拒，毕竟家大业大，嘴刁点怎么了？而且徐奶爸还曝光福宝是捣蛋小淑女，小家伙既能在日常中展现淑女风范，又能在特定情况下释放跳脱天性。福宝吧，他有点小调皮，他是比较淑女，他其实也蛮温柔，但是有时候也挺疯的，所以他可以说是跳脱型的。福猪猪吃饭时主打慢条斯理，就连扔竹子的动作都显得格外优雅。可当徐奶爸碎碎念个没完没了时，烦不胜烦的福宝就会一巴掌呼过去。看来宋3岁带给他的阴影还蛮深的，以至于见到碎嘴子就忍不住打人。不过徐奶爸可舍不得责备自家闺女，福宝不喜欢碎碎念就转为行动力，每天殷勤的给他按摩后背和脑袋瓜，嘴角的笑容简直比 AK 还难压。而在徐奶爸日复一日的暖心守护下，徐福记之间的默契也是越发浓厚。福宝一声咩咩叫老徐就知道闺女点餐了，随后乐呵呵的去给福猪猪切小苹果。不同于韩国偏萌宠化的饲养方式，徐奶爸更想让福猪猪回归自然天性，会给他已经劈好但很长的竹子吃。刚开始福宝的确拿着竹子手足无措，最后干脆举起来从底部慢慢吃。而如今我们聪明的福猪猪已然想到办法，论手脚并用掰竹子怎么不算呢？因为福宝先前经常打滚表达诉求，而这样容易造成刻板和肠梗阻，老徐就会满脸严肃阻止他继续打滚。福宝出外场后也会不放心的盯着。为了让福猪猪的日常生活更加丰富，徐奶爸会准备食物丰容锻炼后肢力量。看到福宝一口咬下自己特地准备的红苹果，远远望着的老徐笑得别提有多开心了。或许是徐奶爸的宠爱给了福宝底气，小公主展出没多久就开始拿捏对方了。刚开始老徐还能用笋笋苹果哄她回家，后来福宝心想我什么身份你什么身份，于是任由徐奶爸喊得多么撕心裂肺，福猪猪都主打不听王八念经。看来无论多认真负责的饲养员，最后都会走上刻板的道路。相信徐福记组合会越来越好。谁能想到在宠娃这方面，长隆居然遇到劲敌了。都知道香港出生的熊猫宝宝满月了，海洋公园几天前就开始敲锣打鼓的准备，足足向游客派发了815份猪脚姜，而这个数字也是姐弟俩的出生日期。估计长隆官方做梦都没有想到，在宠娃这条赛道上也是遇到劲敌了。长隆好歹在媚猪出生半个月度过危险期后，才开始铺天盖地的在各种渠道搞宣传，而盼仔盼了20多年的香港根本不想藏，尤其还是盼来了一对龙凤胎幼崽。当天深夜特首就激动发文宣布了好消息，海洋公园更是大半夜召开记者发布会炫耀，同时还不忘给光棍俱乐部栾栋发去喜讯，气得栾栋回复晚上睡觉最好睁只眼闭只眼。此外，海洋公园火速开通了专属账号，每天坚持上传熊猫幼崽的最新动态，满满的喜爱和自豪感简直扑面而来。而为了让大功臣莹莹安安心心坐月子，园方直接把熊猫馆闭馆暂停营业，就连不用带娃的乐乐爸也跟着坐了月子，毕竟熊猫宝宝的出生也有他一份功劳。而赚奶粉钱这事就交给饲养员去做。只见奶爸美滋滋的拿着熊猫宝宝的海报，跑到海报馆里跟游客宣传，骄傲的仿佛熊猫宝宝是自己生出来的。而大梁奶爸带妹猪出来晒太阳时，看着众多举着手机兴奋拍摄的游客，他的表情简直和香港奶爸如出一辙。果然是自家的孩子自家宠，因为19岁高龄的莹莹是首次当妈，起初她并不知道如何把幼崽抱在怀里喂奶，但母性很强的她又舍不得把孩子放下，只能轻轻含在嘴巴里，着急的变换姿势。好在有中心专家和动物护理团队在，他们在仿真玩偶上抹了幼崽的尿液和粪便，这样既不伤害幼崽，也能让新手妈妈练手。莹莹也很给力，很快就学会了标准带娃姿势。如今莹莹已经学会辣妈式单手抱娃，就算躺下休息也不会耽误孩子吃奶。而健康长大的姐弟俩也越来越可爱了。姐姐熊摆出了咸蛋超人的招牌动作，弟弟熊则喜欢冲镜头挥舞小手打招呼。饲养员帮忙排便时，他嘴角带着笑意，就连睡觉都感觉是在做甜甜的美梦。总感觉这小子长大后又是一个狐妹子。不得不说，香港是有点运气在身上的。再过1-2个月，不仅能看到新的大熊猫，满100天的熊猫宝宝也该正式跟游客见面。到那时，海洋公园不知的热闹成什么样。看到蔓越莓遭羊奶爸暴打也不生气，才明白大熊猫究竟有多信任饲养员。这天蔓越莓吃东西太快噎到了，幸亏一旁的羊奶爸及时察觉，把熊孩子扶起来后用力拍打背部。可由于大熊猫的皮毛格外厚实，羊奶爸把它身上的灰尘都拍出来了，蔓越莓依旧还是很难受的样子。
于是杨奶爸果断用上海姆立克急救法。尽管此时的蔓越莓已经100多斤，杨奶爸还是拼尽全力一遍遍抱起她。最后在他的帮助下，蔓越莓总算舒服了，而被杨奶爸这么折腾都没生气，可见蔓越莓有多信任对方。蔓越莓从小就和杨奶爸朝夕相处。虽然杨奶爸是熊猫粉丝圈公认的直男，但他却对蔓越莓投入了许多温柔和偏爱，真的是把熊孩子当成亲儿子疼爱。这天，杨奶爸亲自给好大儿喂果果，因为不太饿，蔓越莓拒绝了对方好意。看着浑身上下都写满不配合的小家伙，杨奶爸宠溺又无奈地轻敲他的脑门。当杨奶爸正准备给蔓越莓检查身体，小家伙直接钻进对方怀里撒娇，手紧紧扒在奶爸身上，不让对方离开。就是说，谁能受得了如此粘人的小熊精？终于知道于可为何粘人的原因了，完完全全继承了蔓越莓的优秀基因。不仅如此，蔓越莓和妹妹一样喜欢越狱，只是刚出去就被杨奶爸逮个正着。但不肯罢休的小家伙又想偷溜了出去，结果没开2度，再度撞见奶爸回来。蔓越莓被奶爸打破计划，恼羞成怒，直接倒在地上抱住对方小腿耍赖皮，而杨奶爸则宠溺的伸手安抚小家伙，满脸的笑意怎么都掩盖不住。当杨奶爸递给蔓越莓包好的笋后，小家伙会开心的一口接过，然后绕步走到杨奶爸身边，一屁股坐下。一人一熊对视的画面令人倍感温馨。如果说别的小熊的丰容都是玩具，那蔓越莓的丰容绝对是杨奶爸的大腿，只要逮着机会就会抱着一阵贴贴。看到奶爸还在忙着用拖把清理地面，蔓越莓不满地用手将其扒拉到一旁，仿佛在说什么玩意还想跟我争宠。可以说正是有了杨奶爸的陪伴，蔓越莓的童年才会如此快乐。前段时间蔓越莓脚上长了血管瘤，还因挠破血管导致出血不止。杨奶爸得知后立马赶来照顾孩子，因为蔓越莓生性活泼好动，喜欢抠脚，导致伤口反复开裂结痂难以痊愈。担心的杨奶爸便一直守在他身边，蔓越莓稍有动作就立马制止他。杨奶爸和蔓越莓的感情是双向奔赴，他们之间的例外和偏爱更是无法替代。希望所有熊熊都能遇到有爱的饲养员。果然是谁养的孩子就像谁。当熊猫喜豆四仰八叉的躺在地上，显得短胳膊短腿的他身材更加丰腴后，奶爸颇为不好意思的解释闺女随吧，脸上的喜爱和自豪简直溢出屏幕。喜豆挺胖的，很多同事都说我就是以前我本来很胖嘛，都说我喂的猫都比较胖。都知道自从七仔咬了阿宝的耳朵，整天疑神疑鬼，总有刁民想害朕，一有风吹草动，眼珠子就滴溜溜乱转，耳朵竖起来跟个雷达似的搜索信号。直到看到七仔奶爸从窗户里探出脑袋，同款滴溜溜转的眼珠子和巧克力肤色，才知道七仔的疑心病究竟是跟谁学的。不能说一模一样，简直就是复制粘贴。而花花和谭爷爷不仅长相神似，就连张嘴大喊的口型、瞪大的眼睛，甚至是怒吼的气势都一模一样。要说他们不是亲爷孙，我都不信。萌二作为熊猫界有名的人教版小熊，跟李奶爸学会了不少生活技能，因为奶爸掰竹子要使出很大的力气，脸皱在一起，龇牙咧嘴才能掰开。二小子主打一个不理解但学习，心想奶爸这么做一定有他的道理。于是萌二掰细竹子的时候也要龇牙，甚至有时忘了想起来还会补上。于爱和李奶妈相似度能击败全国90%的组合，两人不仅动作神似，就连表情都是同款。特别是于爱看到哥哥偷喝了自己盆盆奶，巴巴的小嘴简直和李奶妈一模一样。福宝因为从小和江宋爷爷腻在一起，完美复刻老宋的屈膝盘坐和老姜的站立摊手。不仅如此，他还学会了人教版兔子跳上树。就是说，这么会有这么可爱的芝麻小汤圆呢？当熊猫如意出国旅行去了俄罗斯，这小子直接来了个史铁兽血脉觉醒，每天上演大力出奇迹，把树摇得像拨浪鼓，还对着树桩练拳击，拖着水桶到处跑。而如意之所以能变成熊猫界的硬汉，绝对跟他的特种兵奶爸脱不开关系。虽然成年大熊猫的攻击力特别强，但还是想说，感觉奶爸能跟如意过上2招。灵言不仅跟奶妈学会了一把推开玩具，还跟奶爸学会了推车卖火，每天推着玩具喊啤酒、花生、方便面。不开玩笑，要是灵言真的能上岗，那趟列车绝对能连坐10趟。圆小的奶爸长得人高马大，威武霸气，就连做出来的玩具都是潦草中带着一丝诡异，以至于圆小明明是性格温柔的小甜瓜，却在奶爸的照顾下长得越发彪悍。而网友们还知道哪些像饲养员的熊猫呢？